普通本科生，工资也就几千块，能有受够啊！兄弟们，你们敢信吗？一个男生准备了整整3天3夜的惊喜，在全市最豪华的西餐厅定了靠窗的位置，桌上摆着999朵红玫瑰，还有一枚价值不菲的钻戒。他满怀期待的等着女朋友来，心里想着他看到这些惊喜时会露出怎样幸福的笑容。为了准备今天这个约会，林凡可是拼了命了。他连续加班1个月，没日没夜的干活，省吃俭用攒下来的钱全砸在这个纪念日上了。99朵玫瑰太普通，他咬牙选了999朵。钻戒不是最顶级的，但也是他在预算范围内能找到的最好的。为了这个特殊的日子，他还特意提前半个月请假，精心策划每一个细节，就为了让苏倩倩感动，让她知道自己是真心爱她的。可结果呢？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餐厅门口传来高跟鞋的脆响，苏倩倩挽着一个穿名牌西装的富二代走了进来。那富二代长得人模狗样，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搂着苏倩倩的腰，生怕别人不知道这女人是他的。他们俩就像一对恩爱的小情侣，丝毫没有在意周围食客的目光，大摇大摆地走进来。苏倩倩看到桌上的玫瑰花和钻戒，林凡，你在这儿干嘛？你什么意思？脸上不仅没有感动，反而露出了厌恶的表情。林凡愣住了，他没想到会是这样的开场。他站起来，有些紧张地说：倩倩，今天是我们要交往3周年的纪念日，我想给你一个惊喜。惊喜？就这？林凡，你是不是傻？999朵玫瑰有什么用？能当饭吃吗？能买包包吗？能给我想要的生活吗？玫瑰花被推得七零八落，有的掉在地上，有的滚到桌子边缘，钻戒也被碰得叮当响。林凡看着这些，心如刀割。这些花是他精挑细选的，每一朵都代表着他对苏倩倩的爱，现在却被他像垃圾一样推开。哟，这穷小子还挺浪漫，可惜啊，浪漫不能一句劝，没钱就别学人谈恋爱，丢人现眼。周围的食客都看了过来，有人开始拍照，有人指指点点，有人小声议论。林凡的脸红得像猪肝，他攥紧了拳头，指甲都掐进了肉里。他想反驳，可喉咙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倩倩，我可以努力工作的，我很快就会有钱的。林凡，别自欺欺人了，你一个普通本科生，工资也就几千块，能有受够啊！他转身看向那个富二代，天宇，我们走吧。跟这种穷鬼待在一起，我都觉得晦气。富二代赵天宇哈哈大笑，搂着苏倩倩就往外走。路过林凡身边时，还故意撞了他一下。小子，以后别再来找倩倩了，她现在跟了我，一个穷鬼配不上她。林凡站在原地，心彻底凉透了。他看着苏倩倩的背影，看着她挽着另一个男人的腰，看着她头也不回的离开，一滴眼泪从眼角滑落。林凡，我要跟你分手，你太穷了，给不了我想要的生活。林凡深吸一口气，眼神变得冰冷。你会后悔的。后悔？林凡，你是不是做白日梦？我就算嫁乞丐，就是别再你周围的食客们也跟着起哄，有人拍照发朋友圈，配文现场抓到一只被甩的穷小子，有人哈哈大笑，指指点点。林凡攥紧拳头，心脏像被刀割一样疼。他想哭，但眼泪已经流干了。他想吼，但喉咙已经哑了。就在这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林凡拿出手机，是一个没有备注的号码。他犹豫了片刻，还是接通了。少爷，家族命令已下达，您的万亿资产、全球产业即日起全部解封。你说什么？少爷，您的身份验证已经通过，家族已经确认您就是林家唯一继承人。您名下的所有资产，包括遍布全球的120家公司、78座港山，现在您可以任意调用了。电话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激动，仿佛是在汇报什么惊天大事。少爷您在听吗？家族总部已经派出私人飞机来接您，预计尽早做好准备。林凡的大脑嗡的一声，彻底傻了。万亿资产，我知道了，全球产业，继承人，他只是个普通本科生啊，哪来的什么万亿资产？刚才还嘲笑他的食客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赵天宇脸上的嘲讽僵住了，苏倩倩的表情也变得古怪。你骗人的吧？赵天宇结结巴巴地说。林凡平静地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拨通了另一个号码。喂，是我。10分钟内，我要这家餐厅所属集团破产。
另外，把刚才嘲讽我的人所有资料发给我。是。说完，林凡挂断电话，整个餐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不敢相信刚才听到的话。赵天宇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你装什么装？演戏呢？还让我爸公司破产？你以为你是谁啊？”苏倩倩也嗤笑：“林凡，你少在那儿装神弄鬼，就你这穷小子，能让我家天宇破产？做梦吧你！”周围的人也跟着起哄，觉得林凡是在做白日梦。一个穷小子怎么可能一句话就让集团破产？这简直太荒谬了。就在这时，赵天宇的手机疯狂炸响，他拿出来一看，是他爸打来的。喂，爸。电话那头，他爸嘶吼：“你得罪谁了？我们公司资金被冻结，合作全断了。银行那边也说是有人下令封锁我们的账户，到底是怎么回事？”赵天宇懵了：“你快给人跪下道歉，我求求你了，别惹那个煞星。”他爸的声音都在发抖。那人说10分钟内要让我们破产，现在才过去3分钟，公司股价已经跌停了，所有银行都停止了我们的贷款，所有合作伙伴都在解约，再这样下去，我们全家都要完了。赵天宇当场腿软，手机从手里滑落，啪地一声摔在地上，他的脸瞬间变得煞白，浑身颤抖，双腿发软，差点站不住。下一秒，餐厅老板冲进来，满头大汗，脸上写满了惊恐：“对不起先生，是我们有眼不识泰山。”他扑通一声跪在林凡面前：“您一句话，我们立刻关门，全场死寂。”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不敢相信眼前这一幕。刚才还嚣张的赵天宇脸色瞬间煞白，双腿发抖，差点跪下。苏倩倩脸上的得意直接僵住，嘴巴张得老大，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林凡看着他们，眼神冷得像冰：“刚才不是很嚣张吗？继续啊！”赵天宇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林少，林神豪，林祖宗，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您放过我们吧。”苏倩倩也跪下来，眼泪直流：“林凡，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林凡冷笑：“刚才你们甩我脸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他转身就走，留给众人一个高冷的背影。好戏才刚刚开始。林凡走出餐厅，站在街边，夜风迎面吹来，但他丝毫不觉得冷。他的手机又响了，这次是家族总部打来的：“少爷，您的私人飞机已经到达机场，我们现在就来接您。”林凡点头：“好，我等着。”不到5分钟，一排黑色的劳斯莱斯幻影亭，在餐厅门口，10几个黑衣保镖齐刷刷下车，对着林凡弯腰：“少爷，请上车。”这些劳斯莱斯每一辆都价值上千万，车队整齐划一，场面震撼无比。路过的行人纷纷驻足观看，拿出手机拍照，议论纷纷。这哪里是普通人的阵仗，分明是顶级大佬出巡。赵天宇和苏倩倩从餐厅里追出来，看到这一幕，彻底傻了。劳斯莱斯，私人飞机，少爷，他们脑子一片空白，完全无法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苏倩倩浑身发抖，她意识到自己刚刚扔掉的不是穷小子，而是她这辈子都攀不上的顶级大佬。林凡，林凡，她扑上来想拉林凡的手：“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是一时糊涂。”林凡轻轻甩开，眼神冷得像冰：“刚才你甩我脸的时候，怎么没想过今天？”我苏倩倩语无伦次：“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林凡冷笑：“后悔？晚了。”不晚。苏倩倩哭喊着：“林凡，我以后一定会对你好的，我发誓，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林凡看着她，眼神里没有一丝波澜：“苏倩倩，你嫌我穷，嫌我普通，可你不知道，我曾经愿意把全世界都给你。”他顿了顿，声音不大，却让所有人头皮发麻：“现在你不配了。”说完，林凡转身走向劳斯莱斯，车门打开，他坐进去，里面的奢华程度让所有人惊叹：真皮座椅，高级音响，专属司机，每一个细节都彰显着顶级身份。林凡，苏倩倩跪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求你了，求你了，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林凡上车，车门关上，
隔绝了外面的哭喊声。劳斯莱斯缓缓启动，消失在夜色中。苏倩倩瘫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她看着林凡离开的方向，悔得肠子都青了。她想起曾经林凡对她有多好，想起他省吃俭用给自己买礼物，想起他加班到深夜只为多赚点钱给他买护肤品。可这一切都被他亲手摧毁了。他以为选择赵天宇就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可他错了。他刚刚错过的是一个真正的豪门继承人。可惜，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就是后悔。有些机会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有些人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第二天，林凡没有立刻享受生活，而是回到了自己的大学——华夏大学，他的母校。曾经，他在这里被嘲笑、被排挤、被看不起，同学嫌他穷，老师对他冷淡，校霸更是经常欺负他。他记得清楚，自己在这里受过的每一次委屈。今天，他回来了。校门口，保安看到那排劳斯莱斯，吓得腿都软了。10几个黑衣保镖下车，恭敬地打开车门。林凡从车上下来，这位是保安结结巴巴地问。保镖冷冷道：“是我们家少爷。”保安吓得连退3步，差点摔倒。他这辈子见过有钱人，但从来没见过这种排场的。这车队，这保镖，这气场，分明是顶级大人物啊！他赶紧拦住想要拍照的学生，生怕惹了麻烦。林凡走进校园，周围的学生都看呆了，他们议论纷纷，猜测林凡的身份。这人是谁啊？排场这么大，好像是林凡以前我们系那个穷小子。怎么可能？他怎么可能有这种排场？就在这时，校长迎了出来，点头哈腰，态度恭敬到极致。林少，您来了，欢迎欢迎。学生们都看傻了，校长这么尊敬的人，到底是谁啊？林凡淡淡道：“张校长，好久不见。”校长连忙陪笑：“是啊是啊，好久不见。林少今天来，有什么吩咐？随便看看。”林凡道。校长连忙点头：“好，我陪您转转。”林凡走在校园里，回忆起曾经的点点滴滴。记得大一的时候，他没钱买电脑，只能去图书馆用公用电脑，结果被几个富二代嘲笑，说他穷酸，说他这辈子只能当个底层打工仔。记得大二的时候，他参加社团活动，因为没有名牌衣服，被拒之门外。那可是他准备了好久的机会，就这么没了。记得大三的时候，他勤工俭学，在食堂打工，结果被同学嘲笑，说他丢人现眼，说他一辈子翻不了身。林凡深吸一口气，把那些不愉快的回忆都压在心里。他告诉自己，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现在都会付出代价，不是因为他要报复，而是因为这就是现实。你永远不知道，你面前的普通人，未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就在这时，当年欺负他的校霸张强从远处走来，他看到校长对着林凡点头哈腰，吓得躲在角落不敢出声。当年张强经常欺负林凡，抢他的生活费，撕他的书本，还多次当众让他难堪，是林凡学生时代的噩梦。张强心想，完了完了，林凡怎么跟校长这么熟？他不会是来报复我的吧？他开始后悔当年欺负林凡了，可现在后悔已经晚了。林凡走到张强面前，停下脚步。张强，好久不见。他淡淡道。张强吓得浑身发抖，差点跪下。林凡，怎么不认识我了？林凡嘴角勾起一抹冷笑。认识认识，怎么不认识？张强连忙陪笑。兄弟，以前是我不懂事，您别跟我一般见识。林凡淡淡一笑，没事，我记着呢。一句话让张强脸色惨白，双腿一软，直接跪在地上。周围的同学们都看呆了，他们不明白，曾经嚣张跋扈的校霸怎么突然就跪了。只有林凡知道，这一切才刚刚开始。那些曾经看不起他、欺负他的人，都会为他们的傲慢付出代价。而今天只是一个开始。学校举办创业大赛，礼堂里座无虚席，各路创业者上台展示项目，评委们认真聆听，时不时提出问题。轮到班长王伟上台，他拿着项目 PPT， 紧张的声音发抖。各位评委好，我的项目是……评委们听完，一个个摇头。项目一般，没前途。一个评委直接打断他：是啊，这种项目市面上太多了，没有竞争力。另一个评委附和：
王伟绝望了，他准备了好久，熬了无数个通宵，才做出这个项目。可现在，连一个愿意投资的人都没有。台下的观众开始窃窃私语，有人嘲笑，有人同情，更多的人是看热闹的态度。王伟的脸涨得通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台下，曾经跟王伟一起嘲笑林凡的同学们，一个个露出幸灾乐祸的表情。班长，你的项目怎么这么烂啊？就是，还创业呢，做梦吧你！王伟站在台上，眼泪都快掉下来了。他想起当年是如何嘲笑林凡的，想起当年是如何看不起林凡的，现在轮到他被所有人看不起，这种感觉太难受了。就在这时，林凡站了起来，这个项目我投1个亿，全场炸锅。什么？1个亿？林凡疯了吧？这项目值1个亿吗？所有人都惊呆了，包括评委们，包括王伟。王伟愣在原地，半天不敢相信。他看向林凡，眼神里全是感激和恐惧。林凡淡淡道：“我不是帮你，我只是告诉你，以前你对我爱答不理，现在我让你高攀不起。”王伟浑身一颤，他想起曾经是如何嘲笑林凡的。记得大一的时候，林凡没钱买衣服，只能穿校服，王伟当众嘲笑他，说他一辈子只能穿破烂，还说跟他这种人做同学丢人现眼。记得大二的时候，林凡想参加社团活动，王伟联合几个同学硬生生把他挤了出去，理由是林凡太穷，会拉低社团的档次。记得大三的时候，林凡勤工俭学，王伟到处说他穷酸，说他只能当个底层打工仔，这辈子翻不了身。现在林凡一句话投了1个亿，王伟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林少，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您原谅我。”林凡冷冷地看着他，没有说话。林少，王伟哭喊着：“我以后一定对您好，求您别放弃我。”林凡转身离开，留给众人一个高冷的背影。林凡，王伟哭着追上去，却被保镖拦住了。他跪在地上，悔得肠子都青了。曾经，他嘲笑林凡，看不起林凡，觉得林凡这辈子不会有出息。可现在，林凡轻轻松松拿出1个亿，而他还在为1分钱发愁，这种差距太大了，大到让他绝望。可惜，一切都晚了。那些曾经嘲笑林凡的人，现在都会为他们的傲慢付出代价。而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林凡没有回头看王伟一眼，他不需要这些人的忏悔，他要的是让他们知道，曾经看不起的人，现在他们连仰望的资格都没有。林凡回到公司，坐在顶楼办公室，看着窗外的城市夜景。他刚刚回到母校，就让当年看不起他的人吃尽了苦头。现在，他要处理另一个麻烦，赵天宇，这个曾经羞辱他的富二代，现在肯定在想办法求饶。果然，不到半小时，秘书敲门进来：“林少，赵家人在公司楼下，说是要见你。”林凡皱眉：“见我？不见。”可是秘书犹豫道：“他们带了全家，跪在楼下，说是要给您道歉。”林凡冷笑：“让他们跪着吧，什么时候跪够了，什么时候滚。”秘书点头：“是。”楼下，赵天宇全家跪在地上，不停地磕头：“林少，求您放过我们吧。”赵天宇的父亲哭喊着：“我们真的知道错了。”周围的上班族们纷纷围观，议论纷纷：“这不是赵氏集团的老板吗？怎么跪在这儿啊？听说得罪了什么不得了的大人物，活该！谁让他们平时那么嚣张？”赵天宇跪在地上，悔得肠子都青了。他想起了自己是如何嘲笑林凡的，想起了自己是如何羞辱林凡的，现在一切都报应在他身上。曾经的他开着豪车，住着豪宅，觉得自己就是天，可现在他跪在地上，像条狗一样祈求别人的原谅。“林少，赵天宇哭喊着：“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楼上，林凡看着窗外，冷冷道：“告诉他们，欠的1分不少，还回来。”秘书点头，下楼传话。半小时后，赵氏集团破产的消息传开，赵家的房子车子全部被收走，银行账户也被冻结。曾经嚣张跋扈的人，一夜之间沦为乞丐。赵天宇不敢相信，自己一觉醒来，什么都没了。他想去求林凡，可林凡连见都不见他一面。
他想去求以前的朋友，可那些人一看到他破产了，全都躲得远远的，生怕他借钱。曾经看不起林凡的人，现在只能仰望；曾经欺负林凡的人，现在已经一无所有。这就是得罪顶级神豪的下场。林凡站在办公室的落地窗前，看着楼下的赵家人，嘴角勾起一抹冷笑。他没有报复，他只是让他们知道，有些人是得罪不起的。这就是现实，残酷而真实。你永远不知道，你面前的人未来会变成什么样。苏倩倩到处打听林凡的消息，蹲守在公司门口。她瘦得不成样子，满脸憔悴，眼睛都哭肿了。曾经那个漂亮骄傲的她，现在像个乞丐。她知道自己错失了一个顶级豪门继承人，而这一切都是她自找的。林凡，她看到林凡从公司出来，立刻扑了上去。我错了，我真的错了，你原谅我好不好？我是一时糊涂。林凡身边已经站着更优秀、更温柔、更懂尊重的女生，她叫沈佳宜，是沈家的千金，也是林凡现在的女朋友。沈佳宜不仅家境优越，而且为人善良，从不会像苏倩倩那样势利眼。林凡搂着沈佳宜，看都没看苏倩倩一眼。你哪位？苏倩倩愣住了，她没想到林凡会这么冷漠。我是苏倩倩啊，是你女朋友啊。她哭喊着，你怎么能不认我？林凡冷笑，女朋友早就分手了，现在我有更好的。苏倩倩追上去，拉住林凡的手，林凡轻轻甩开，眼神冷得像冰。机会我曾经给过你无数次，是你自己不要的，现在你不配了。不，我配，我真的配。苏倩倩哭着说，以后我一定会对你好的，求你了。林凡摇摇头，晚了。他搂着沈佳宜大步离开。苏倩倩瘫坐在地上，哭得撕心裂肺。她看着林凡和沈佳宜的背影，悔得肠子都青了。曾经她把林凡当垃圾，当提款机，当可以随意践踏的穷人。她选择了赵天宇，以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可她错了。赵天宇是个渣男，只是把她当玩物，根本不在乎她的感受。而林凡曾经把她捧在手心里，给她全世界，可他亲手摧毁了这一切。现在林凡成了顶级神豪，而他却什么都没有了。他想去求林凡，可林凡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他想重新开始，可没有人愿意给他机会。他曾经的高傲现在成了他的枷锁。可惜一切都晚了。世界上最没用的东西就是后悔。有些机会错过了就是一辈子，有些人错过了就再也回不来了。苏倩倩终于明白，当初的选择毁了他的一生。1个月后，林凡举办了一场备受瞩目的私人宴会。精心布置的宴会厅内，灯火辉煌，金碧辉煌，来自全球各地的宾客齐聚一堂，场面盛大而隆重。到场的嘉宾无一不是国内外顶级富豪、上市公司总裁、娱乐圈顶流明星以及各大家族长权人。这些人平日里高高在上，权势滔天，可今天却一个个恭敬地站在一旁，翘首以盼，等待着今晚绝对主角的登场。林少来了。随着侍者一声洪亮的通报，宴会厅的双扇大门缓缓打开，林凡从容地从外面走了进来。他甫一现身，全场所有人立刻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整齐划一，声音洪亮地说道：恭迎先生。林凡面带淡淡的微笑，语气平和却自带威严。各位不用这么客气。他迈着沉稳的步伐走向主位，优雅落座。其他宾客见状也纷纷恭敬入座，随即开始寒暄和交流。林少，恭喜您正式执掌家族，真是实至名归。林少，今后还请您多多关照，我们愿与您共谋发展。林少，不知是否有机会与您展开合作。林凡一礼貌回应，态度既温和又不失威严，举止间气场十足。他身穿一袭剪裁得体的高定西装，每一个动作都流露出浑然天成的贵族气质，令在场所有人刮目相看，不禁为之折服。这时，一位在国际上极具影响力的外国大佬站起身来，举杯道：林少，我敬您一杯。您如此年轻，就已经取得这般非凡的成就，实在令人佩服不已。林凡也随之起身，举杯回应，语气谦逊却自信：您过奖了，不敢当。四周的宾客们都在低声议论，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些在国际上地位尊崇的大人物，
在林凡面前竟然表现得如此谦逊和恭敬。有人这才恍然大悟，他们平日所崇拜的那些大佬，在这位年轻人面前，竟然连说话的资格都显得微不足道。他不只是众人眼中的神豪，他更是这个世界的规则制定者。这就是顶级神豪的非凡之处。他无需多言，更无需刻意为之，仅仅只是坐在那里，便已经掌控了整个场合的节奏与气氛。所有人为他而行动，所有人为他而改变。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中心，无人能够撼动其分毫。宴会上，各界名流争相向林凡示好，都想借机与他拉近关系。有人呈上价值连城的珍贵礼物，有人主动提出优厚的合作方案，有人甚至打算将自己的女儿介绍给他，希望能缔结姻亲。然而林凡始终保持着从容与淡定，一晚拒了这些讨好。他不需要这些人的服膺，他有自己的原则和底线，从不轻易为外物所动。这就是顶级神豪的真正魅力所在。他无需讨好任何人，所有人却甘愿为他而动，为他而存在。宴会上，曾经对林凡嗤之以鼻、百般嘲讽的人们，如今却换上了一副谄媚逢迎的嘴脸，争先恐后的涌上前来示好。那位昔日总是讥笑林凡衣着寒酸、举止土气的同窗，此刻正颤巍巍地端着高脚杯，脸上堆满了讨好的笑容，声音几乎带着颤抖：“林少，当年都是我眼界浅薄，有眼不识泰山，您大人有大量，千万别跟我这种人计较。”林凡却只是轻轻晃动手中的酒杯，目光淡然而疏离，缓缓说道：“每一件事，我都记得清清楚楚。”这简单的一句话，仿佛一道惊雷击中了对方。那人顿时面色惨白，手中的酒杯几乎握不稳，酒液险些泼洒而出。而曾经在校园里屡屡欺凌林凡的校霸，此刻龟缩在宴会厅最阴暗的角落里，连头都不敢抬起半分。他生怕自己的身影落入林凡的视线，惧怕着即将到来的报复。另一边，那个过去总以财富地位羞辱林凡的富二代，如今连正视林凡的勇气都没有，只敢低着头盯着地板。他心知肚明，如今的林凡早已不是他能够招惹的存在，而那些曾经轻视、背叛过林凡的人，此刻更是悔恨交加，痛彻心扉。苏倩倩躲在宴会厅门外，泪水连连，哽咽着喃喃自语：“后悔了，真的后悔了。”她多么希望时光能够倒流，可惜林凡甚至连一眼都懒得望向她。当他试图混进这场名流云集的宴会时，保安一眼就认出了他，毫不客气地将他拦在了门外。他只能站在璀璨灯光照不到的阴影里，听着场内传来的欢声笑语，独自一人泣不成声。林凡端坐于主位之上，冷眼扫视着场上众生相，嘴角扬起一抹若有若无的讥讽。往事如潮水般涌上心头，那些被轻蔑的眼光刺痛的瞬间，那些被嘲讽言语击垮的日子，那些在无人角落默默吞咽的委屈。而如今，一切终于彻底扭转。他用实力证明了价值，用成就回应了所有质疑。他不再是他人眼中的窝囊废、穷小子，而是能够屹立巅峰、俯瞰众人的存在。这并非报复。林凡的声音平静却铿锵有力：“我只是在夺回本该属于我的尊严。”他蓦然举杯，面向全场宾客，朗声说道：“来，共饮此杯。”霎时间，满场宾客齐刷刷起身，恭敬举杯回应。林凡将杯中酒一饮而尽，随后将空杯重重置于桌上。低调从不代表懦弱，忍让更不意味着无能。当神豪终于揭开平凡的面具，整个世界都要为之震颤俯首。宴会终了，林凡望着那群曾经践踏过他尊严的人，内心却异常平静。他不再需要苍白的道歉，也无谓虚伪的忏悔。他唯一要做的，就是让所有人看清，他林凡从来都不是他们臆想中可随、易拿捏的对象。他有着不容玷污的骄傲，不可逾越的底线，不容侵犯的尊严。而那些曾经轻视他、伤害他的人，终将付出应有的代价。今夜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宴会结束后，林凡独自站在酒店顶楼的观景台，静静俯瞰着脚下繁华都市的璀璨夜景。万家灯火如星河倾泻，车流穿梭似金线之景，整座城市仿佛被点亮的光之海洋，绚烂而辉煌，一切都显得如此美好而梦幻。曾几何时，他不过是个遭人白眼的穷小子，被前女友当众羞辱分手，被富家子弟肆意嘲讽，被周围所有人轻蔑忽视。他仍清晰记得，自己曾为了节省几块钱地铁费，甘愿徒步数站路回家。
曾为买一件像样的衣服，反复比价，盘算整整1周的开支，更曾为了给当时的恋人准备一份生日礼物，彻夜加班攒钱，累得眼皮都睁不开。而如今，他已是站在财富顶端的顶级神豪，手中握有万亿资产，掌控全球多个核心产业，影响力无远弗届。他可以轻易买下整座城市，能够左右世界经济动向，也能决定千万人的命运轨迹。这一切转折，恍若一场不可思议的梦。从被无情抛弃的那一刻起，他的人生彻底翻转。万亿财富，滔天权势，无数人的敬畏与追随，全部加诸其身。他用最直接、最痛快的方式向世界宣告：永远不要低估任何一个人。今日你爱理不理的普通人，或许明天就是你永远高攀不起的神。林凡深深吸了一口夜空下的清凉空气，目光穿越霓虹闪烁的城市，望向遥远而深邃的星空。他清楚地意识到，眼前所拥有的仅仅是一个起点，未来他还将踏上更高端的国际舞台，搅动全球风云，铸就真正的神豪传奇。就在这时，手机响起，来电显示是家族总部。林凡从容接通电话，语气平静如水：喂，我是林凡。电话那头传来恭敬而郑重的声音：少爷，向您汇报一件要事，家族长老会已决议，于下月正式召开全球家族大会，届时将公告您为家族唯一继承人，全球各分舵掌权人皆会出席，请您提前做好准备。林凡淡然回应：好，我知道了。结束通话，他再度将目光投向远处流光溢彩的城市，嘴角微微扬起一丝弧度。属于他的时代，此刻才真正拉开序幕。那些曾经轻视他、欺侮他、背叛他的人，都将为他们的所作所为付出应有的代价。而从这一刻起，林凡之名将响彻世界，成为当之无愧的真正的顶级神豪。就在林凡在国内风生水起的时候，海外传来了不好的消息。一家不知天高地厚的海外财团，仗着有点家底，竟然敢抢夺林凡旗下的核心产业。他们不仅放出狂言，说林凡不过是运气好的暴发户，根本不配掌控这么大的商业版图，还放话要3天内吞并林凡的所有产业，彻底拿捏国内市场。这家财团叫威尔斯集团，盘踞欧洲数十年，在国际上也算是有头有脸的大集团。他们仗着自己在欧美市场的影响力，以为到了华夏就可以横着走，根本不把本土势力放在眼里。威尔斯集团的总裁威廉更是狂妄到极点。他在接受采访时公开表示，林氏集团不过是个暴发户，根本不配在国际市场上立足。我们要用实力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商业帝国。消息传到林凡耳朵里，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只随手吩咐了助理一句，告诉威尔斯集团，让他们别太嚣张。助理愣了一下，但还是照办了。可威廉收到消息后，根本不当回事，反而更加嚣张地放出狠话：林凡，他是什么东西？让他带着他的小公司滚出市场，别耽误我们发财。林凡知道，跟这种人讲道理没用，只能用实力说话了。他拿起电话，拨通了家族总部的号码。喂，是我，查一下威尔斯集团的体系，我要知道他们的所有弱点。半小时后，一份详细的报告放在了林凡桌上。他快速浏览了一遍，嘴角勾起一抹冷笑。原来威尔斯集团看似强大，实则外强中干。他们不仅财务造假、偷税漏税，还涉嫌洗钱、非法交易等多项违法行为。更可笑的是，他们内部管理混乱，高层勾心斗角，整个集团就像一座随时会倒塌的危楼。林凡拿起电话，拨通了几个关键号码，通知下去，对威尔斯集团进行全面制裁。我要他们在3天内彻底破产。不到半天时间，威尔斯集团的全球股价暴跌，海外合作方全线解约，核心资金链瞬间断裂。更可怕的是，总部被多国税务部门上门核查，黑料被扒得底朝天，媒体铺天盖地地报道威尔斯集团的丑闻，投资人纷纷撤资，员工集体辞职，整个公司乱成一团。威廉彻底慌了，他从来没见过这么快的崩盘速度。他连夜坐飞机赶来，跪在林凡公司楼下磕头谢罪，哭着求林凡放他一条生路。林少，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求您放过我，我再也不敢了。林凡冷冷地看着他，没有说话。威廉继续哭着，林少，
只要您肯放过我，我愿意退出华夏市场，以后再也不敢来了。林凡淡淡道：“在我的地盘，轮不到外人撒野，不服就滚出这片市场。”威廉连滚带爬的离开了，再也没敢踏入华夏一步。而威尔斯集团也因为这次打击，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所有想要挑衅林凡的人，都从这件事中学到了一个道理：永远不要惹你不该惹的人。林凡隐姓埋名的时候，家里那些远房亲戚个个势利眼，逢年过节就对他冷嘲热讽，说他没出息，一辈子只能打光棍，连带着林凡的父母都跟着受委屈，甚至在家族聚会上公然排挤他们一家，抢尽他家的体面。记得有一次，林凡一家去参加家族聚会，刚进门就被那些亲戚冷嘲热讽：“哟，小凡来了，还是老样子，穷酸的很。听说你工资才几千块，怎么养活自己啊？我们家小王可不一样，年薪100万，现在可是公司高管。”这些话像刀子一样扎进林凡的心里，可他只能强颜欢笑，不敢反驳。更过分的是，他们把林凡的父母赶到角落里坐，不让他们上主桌，连吃饭都不让他们吃好的菜。林凡的父母忍气吞声，不想让林凡为难，可他们心里的委屈，林凡都看在眼里。如今林凡成了顶级神豪的消息传开，这群势利眼亲戚立马换了副嘴脸，拎着大包小包的礼品堵上门，一口一个好侄儿小凡哥，舔着脸求林凡给安排工作，帮自家孩子铺路，还假惺惺地说以前都是开玩笑，心里一直疼爱着林凡。林凡看着这群虚伪的嘴脸，心里冷笑，当年他们对自己父母冷眼相对，现在想来攀高枝，门都没有。哟，这不是二叔吗？林凡冷冷道：“当年您说我穷酸，说我不配参加家族聚会，现在怎么又来了？”二叔尴尬的陪笑：“小凡啊，当年二叔不是故意说你，不是故意。”林凡打断他：“当年您说我父母不配上主桌，说他们丢人现眼，这些也是不是故意的。”二叔脸色一白，不知道该说什么。林凡继续道：“当年您儿子说我一辈子只能当底层打工仔，说我不配跟你们玩，这些您都忘了吗？”二叔低下了头，不敢说话。林凡站起身，指着门口：“滚吧，带着你们的礼品，滚出我家！以后家族聚会，不许你们再踏入我家门一步。”那些亲戚还想求情，可林凡直接让人把礼品扔出门外，当众细数他们当年的刻薄行径，丝毫不给留半点情面。当年你们对我父母冷眼相对，对我百般羞辱，现在想攀高枝，门都没有。他直接让保镖把这群亲戚轰走。放话以后，家族聚会不许他们再踏入家门一步。这群亲戚灰溜溜的走了，脸都丢尽了。周围邻居看了无不拍手称快，直呼解气。林凡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没有任何波动。他不需要这些虚伪的亲戚，他有自己的底线和原则。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父母的人，都会付出代价。而今天只是一个开始。林凡驾驶着他那辆外表低调却价值不菲的豪车，沿着城市的主干道缓缓行驶。原本只是想出门散散心，舒缓一下连日来的工作压力，不料在途经一个繁华的闹市路段时，他突然遭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碰瓷事件。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看准时机，猛地扑向车头，随即躺倒在地，紧紧捂住自己的腿，发出夸张的哀嚎声，声称被林凡的车撞成重伤，并狮子大开口，要求立即赔偿10万元。紧接着，周围迅速围上来几名同伙，他们配合默契，一边起哄一边施压，企图逼迫林凡当场掏钱私了。有人甚至恶狠狠地威胁道：“如果不赔钱，今天就别想离开。”还要把事情闹到警局，让林凡身败名裂，吃不了兜着走。路过的行人纷纷驻足，暗自为林凡捏了一把冷汗。大家都觉得这个看似文雅的年轻人恐怕要吃亏，毕竟对方人多势众，来者不善。然而林凡始终面不改色，显得异常镇定。他丝毫没有理会那群人的叫嚣，只是从容地吩咐助理立即调取行车记录仪的录像，并联系相关路段的管理部门申请监控 footage。 同时他毫不犹豫地拨通了执法部门的电话，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现场情况。林少，您别跟他们浪费口舌。一名碰瓷同伙继续挑衅道：“要么现在给10万，要么我们立马报警，让你身败名裂。”林凡闻言只是冷冷一笑，语气中带着几分讥讽：“报警？
正合我意。我倒要看看，今天究竟是谁在演戏。不到10分钟，多名执法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在查看了行车记录仪和路段监控后，执法人员当场揭穿了这个碰瓷团伙的骗局。原来，这伙人早已不是第一次作案，他们专挑繁华路段的高档车辆下手，短短半年内就成功实施数十起碰瓷，涉案总金额高达数百万元。而这一次，他们终于踢到了铁板。不仅如此，林凡还坚持追究对方的全部法律责任。通过法律途径，他让这群以讹诈为生的无赖付出了沉重代价。他们不仅赔光了所有非法所得，还变卖了家产来支付高额赔偿，从此再也无法重操旧业。主犯最终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其余从犯也均获刑入狱，整个团伙被一网打尽，彻底覆灭。更令人称道的是，林凡在后续调查中还发现，该团伙背后竟有公职人员充当保护伞。他毫不犹豫，顺藤摸瓜，一举将这些滥用职权、纵容犯罪的腐败官员也全部揪出，并依法移交司法机关处理。这一系列操作直接震动了整座城市，让所有人都清楚意识到，林凡绝不是好惹的，敢在顶级神豪面前耍无赖，简直就是自寻死路。落得如此下场，纯属活该。这件事过后，整个城市的治安状况明显好转，犯罪率大幅下降，再没有人敢轻易招惹这位被仅与实力皆深不可测的大佬。而林凡也因此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大家纷纷称赞他为民除害，回击社会不公，真正展现了一个有担当、有魄力的神豪风范。遭到林凡毫不留情、彻彻底底的拒绝后，苏倩倩不仅毫无反省悔改之意，心底反而滋生出恶毒的念头。她眼睁睁看着林凡身边美女环绕，全是煊赫，内心的嫉妒之火熊熊燃烧，几近陷入疯狂。她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自己错失了这样一位顶级的金龟婿，于是竟暗中联络了一帮社会上的小混混，妄图偷拍林凡的私密照片，还编造各种谣言来诋毁他的形象。他妄想凭借这种卑劣的手段逼迫林凡妥协，重新接纳他，甚至还想借谣言敲诈林凡一大笔钱财，做着一夜暴富的黄粱美梦。为此，苏倩倩不惜倾尽其所有积蓄，聘请了专业的狗仔团队，全天候跟踪监视林凡的一举一动。她一心想拍到林凡与其他女性的亲密合照，继而编造出其出轨、滥情等虚假情节，彻底摧毁林凡在社会上的名誉。然而，她根本不知道，林凡身边随时都有专业保镖，层层护卫，所有行踪动向都在掌控之中。他那些拙劣的行动才刚刚开始实施，就被林凡一方察觉并控制了局面。那个夜晚，苏倩倩带着几名小混混偷潜伏在林凡家门外，打算趁其不备进行偷拍。但他万万没想到，林凡早已得到消息，正亲自在门口等候他们。就在苏倩倩按下快门的瞬间，林凡直接下令将他们一行人全部抓获。苏倩倩，你还要胡闹到何时？林凡的声音冰冷的没有一丝温度。苏倩倩吓得浑身颤抖，语无伦次地说：林凡，我只是想什么？林凡毫不留情地打断他，想编造谣言毁掉我的名誉，想敲诈我的钱财。你真以为我还是当年那个人？你摆布的傻子吗？那些小混混见状吓得魂飞魄散，当场就供出苏倩倩是主谋的事实。至此，苏倩倩的所有阴谋彻底败露。林凡直接将所有证据移交警方。苏倩倩最终因诽谤罪和敲诈勒索罪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曾经风光无限、爱美如命的她，最终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彻底断送了自己的人生。在冰冷的监狱里，她每日以泪洗面，悔恨交加，肠子都悔青了。她不禁忆起曾经林凡对她的种种好，想起自己是如何一步步将他推开，而如今一切都已为时已晚。这便是心机深沉的女人不知悔改，作恶多端的必然报应，终究是自食苦果，悔之晚矣。林凡从未去监狱探望过他一次，他不需要这种人的忏悔，他要的是让他为自己的恶行付出应有的代价。而这一次，他确实做到了。一场汇聚全球顶级富豪与各界名流的重量级拍卖会，在万众瞩目中盛大启幕。现场陈列的每一件藏品皆价值连城，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传世名画，到稀世罕见的珠宝珍玩，引得在场富豪纷纷举牌，竞价声此起彼伏，气氛一度白热化。每个人都希望
借由竞得心仪之宝，彰显自己的财富实力与文化品味。而整场拍卖中最为夺目的，是一件流落海外长达100年的华夏国宝，明代皇帝的御用龙纹玉玺。它玉质温润，雕工精湛，不仅本身价值无法估量，更承载着中华历史的厚重与民族记忆的深情。100年来，无数华人收藏家和爱国人士曾试图迎其回国，却皆因外国藏家的高价阻截而未能如愿。此次拍卖会上，龙纹玉玺再度现身，顿时成为全场焦点。几位西方富豪显然有备而来，不断抬高报价，语气中透出志在必得的傲慢。有人甚至公然出言讥讽中国人哪里懂得这样的文物，他们出不起这个价。这玉玺注定属于西方，句句刺耳，令在场华人愤慨，却又无力反驳。竞拍价格早已飙升至天文数字，远非常人所能企及。就在一名外国富商以为胜券在握，即将落锤之际，坐在后排的林凡从容举牌，直接加价10亿。整个会场霎时鸦雀无声，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望向这位语气平淡却一掷千金的东方男子。10亿，有人倒抽一口冷气，这简直是疯了。然而林凡并未迟疑，再度平静加码11亿。原先得意洋洋的外国富豪顿时怔住，他未曾预料这位华人竟有如此雄厚财力，咬牙坚持12亿。林凡面不改色，但淡道15亿。全场哗然，不少人震惊的说不出话，林凡却依旧从容。他坦言，这方玉玺本就属于华夏，今天不过是让他真正回家，无论付出多少都值得。最终林凡以压倒性价格成功竞得玉玺，并随即宣布将其无偿捐赠给国家博物馆。这一刻，全场肃然起敬，许多原本态度轻蔑的外国藏家也默默低头，之前的嚣张气焰荡然无存。众多与会者纷纷上前与林凡握手致意，称赞他的气度与格局。媒体争相报道，誉其为华夏之光，网友更是感叹他是真正有名足情怀的顶级神豪。而林凡只站在台上，静静注视着龙纹玉玺，心中波澜不惊。他不在乎虚名与赞誉，只愿以此行动告诉世界，中华已非往日之中华，民族尊严不容挑衅，文化根脉终将回归。林凡上学时，曾有一位恩师对他照顾有加，在他被所有人看不起的时候，只有这位老师相信他，鼓励他，还经常帮他补习功课，补贴生活，是他灰暗时光里的一束光。这位老师叫李老师，是华夏大学的文学教授，为人正直善良，从不以贫富论人。记得大一的时候，林凡没钱买饭，只能啃馒头充饥。李老师发现后，不仅每天给他带饭，还偷偷给他塞钱，让他不要告诉别人。林凡不肯收，李老师就说，这是老师借给你的，以后有出息了再还给我。记得大2的时候，林凡考试没考好，心情沮丧，李老师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鼓励他说，失败不可怕，可怕的是放弃，我相信你一定能成功。记得大3的时候，林凡被同学排挤，孤立无援，李老师主动邀请他参加课外活动，帮他融入集体，还跟其他老师说林凡很优秀，要大家多关注他。这些事林凡一直记在心里，他告诉自己，如果有一天自己成功了，一定要好好报答李老师。如今恩师因为学校改制被奸人陷害，不仅丢了工作，还背上了巨额债务，家里生活陷入绝境，走投无路之下，只能四处求人，却处处碰壁。林凡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赶到恩师家中，看到了令人心酸的一幕。李老师住在一个破旧的小区，家里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妻子卧病在床，医药费都交不起。李老师看着林凡，眼泪直掉，老师没用，现在连家都养不活了。林凡心里一阵难受，他握住李老师的手，老师，您放心，我来帮您。第2天，林凡不仅帮恩师还清所有债务，还揪出了背后陷害恩师的小人。原来那个小人叫张强，是李老师的同事，嫉妒李老师的资历和能力，于是勾结叫领导，栽赃李老师贪污，让他身败名裂。林凡直接把证据摆在校长桌上，冷冷道，你是想自己辞职，还是让我让你身败名裂？校长吓得浑身发抖，当场认错。林凡不依不饶，我要你公开向李老师道歉，还要恢复他的职位，赔偿所有损失。校长只能照办。随后林凡出资重建学校，
直接任命恩师为校长，让恩师重拾事业，安享晚年。恩师看着如今风光无限的林凡，满是欣慰，直言自己没看错人。林凡，老师一直相信你会成功，现在你做到了，老师为你骄傲。林凡红了眼眶，老师，如果没有您当年的帮助，就没有今天的我。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我永远不会忘记您的恩情。林凡用行动证明，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他从来不是忘恩负义之人，这份重情重义更是圈粉无数。林凡的商业版图不断扩张，势头迅猛，触及多个领域，不可避免地动了不少老牌资本家的蛋糕。这些老牌资本家们眼看林凡日益壮大，心生嫉妒与不安，于是暗中勾结，密谋设下连环圈套，企图通过做空林凡的公司，窃取核心商业机密，联手将他彻底踢出商业圈，瓦解他一手建立的商业帝国。这些商业对手个个都是经验丰富的老油条，在商场上摸爬滚打几十年，手段极其阴险毒辣。他们精心策划，布下天罗地网，一方面在市场上散布虚假负面消息，另一方面制造各种商业危机，自以为计划天衣无缝，无懈可击，能将林凡彻底逼入绝境，再无翻身之日。他们先是恶意散布谣言，声称林凡的公司存在严重财务造假行为，动摇市场信心，随后又雇人做空林氏集团的股票，引发市场恐慌，林氏集团的股价一度暴跌，投资者们纷纷撤资，公司内部人心惶惶，形势岌岌可危。然而林凡却丝毫不慌，他冷静分析局势，敏锐地察觉到这一切都是对手设下的陷阱，他决定将计就计，静待时机反击。林凡暗中展开周密调查，逐步发现这些对手背后竟还隐藏着更大的势力。原来他们实际上是受境外资本指使，企图通过搞垮林凡这样的话，下企业代表，进一步抢占国内市场，压制本土企业崛起。摸清对方底细之后，林凡乘着布局，一步步引诱他们入局，表面上装作陷入困境，实则早已掌握主动权。等到对方以为胜券在握，准备收网之时，林凡突然反击，直接甩出所有确凿证据，不仅彻底粉碎了他们的阴谋，还借此机会反手吞并了对手所有的公司，彻底清理了商业市场上的这些毒瘤。这一系列操作行云流水，令人叹为观止。那些曾经嚣张跋扈的老牌商业大佬，一夜之间破产倒闭，财富尽失，沦为丧家之犬，再也无法东山再起。更令人震惊的是，林凡还深入调查，揭发出他们涉嫌非法交易、洗钱等多桩严重罪名，最终将他们一一送上法庭，送入监狱。在绝对的实力和智慧面前，所有阴谋诡计都显得不堪一击。林凡这一波高能操作，被业内誉为商业风神明场面，引得各大媒体争相报道，人们纷纷称他为商业奇才，无数企业家和创业者渴望向他请教经营之道。然而林凡却始终保持低调，只是淡淡的说道：“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这件事过后，整个商业圈都为之震动，再无人敢轻易挑战林凡，因为所有人都明白，惹上林凡就是自寻死路。林凡凭借其雄厚的商业实力和赤诚的报国情怀，荣获国宴特邀邀请函，以全场最年轻的嘉宾身份身这场顶级盛会。这份荣耀，即便是普通人难以想象，就连那些在商界摸爬滚打10年的巨擘也未必能够企及，堪称无数人梦寐以求的肯定。宴会厅内灯火璀璨，华彩流溢，各界名流、政界要员与国际友人济济一堂，人人身份尊贵，地位非凡。当众人目光落在这位年纪轻的林凡身上时，无不流露出惊讶与敬佩之情。不少贵宾主动趋前问候，诚挚的希望与这位顶尖的商业巨子建立联系，加深交往。林少，久仰您的大名，今日终于有幸相见，果然气度非凡，卓尔不群。林少，我是某某集团的董事长，一直非常关注您的商业布局，衷心期待能有机会与您开展合作。林少，我代表某某省政府，诚挚欢迎您前来考察投资，我们将全力提供优越的合作环境。面对众多重量级人物的热情交流，林凡从容自若，对答如流，言谈间既显谦和又不失威严，沉稳中透出宏大的格局与卓越的见识。
赢得了全场的一致认可与敬重，就连远道而来的国际嘉宾也对他赞誉有加，主动提出跨国合作的意愿，希望借助林凡强大的商业实力与影响力，共同开拓全球市场。林先生，您真是令人赞叹，我们来自德国，非常期待能与您建立稳固的合作伙伴关系。林先生如此年轻就有如此成就，实属罕见。我们真诚的希望今后能与您成为朋友，携手共进。林凡一礼貌回应，姿态谦逊却气场十足。他深知这份荣耀不仅属于个人，更属于培养他的祖国。曾经那个不被人看好的平凡少年，如今已站在时代的聚光灯下，光芒四射，成为全场焦点，真正完成了从平凡到卓越，从底层到巅峰的人生逆袭，活成了众人心羡的模样。席间，一位资深领导紧握林凡的双手，语重心长地说道：年轻人，国家以你为荣，愿你不忘初心，继续发挥企业家精神，为国家的繁荣与发展贡献更多力量。林凡郑重回应：请您放心，我必定牢记使命，不负众望。在这一刻，林凡更加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奋斗的意义早已超越个人荣誉，更承载着民族的期望与国家的未来。他决心以行动向世界证明，华夏正在崛起，华夏儿女必将屹立于世界之林。当林凡在事业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积累了显赫的财富与地位之后，他并没有因此沉迷于奢靡浮华的生活，反而时常在夜深人静时回忆起自己早年那段在社会底层奋力拼搏的岁月。他深深明白普通创业者所面临的艰难与辛酸，那些为了省下几块钱交通费宁愿步行几公里也不坐地铁的日子，那些为了一件打折衣服反复逛遍商场比价半天的经历，甚至是为了送女友一份像样的礼物而不得不连续熬夜加班的夜晚，至今仍清晰地印在他的脑海里，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那时的他不仅常常遭遇他人的冷眼与轻视，还曾因囊中羞涩而挨饿受冻，更在寻求机会时吃过无数闭门羹，每一步前行都充满了坎坷与不易。如今尽管林凡已经拥有了普通人难以企及的财富和资源，他的内心深处却始终铭记着自己来时的路。他不愿看到更多的创业者像他当年那样在黑暗中摸索却无人伸出援手，于是他毅然决定设立一项规模高达100亿的创业扶持基金，专门面向那些怀揣梦想、有能力有潜力但缺乏启动资金的普通人。无论是致力于乡村振兴的农业创新项目，还是聚焦于前沿科技的研发团队，只要他们的计划扎实可行，初心真诚坚定，林凡都愿意慷慨地提供帮助。他既不要求占有股份，也不图任何物质回报，唯一的愿望就是帮助他们将梦想转化为现实，让更多有价值的创意得以落地生根。在这一基金的鼎力支持下，许多原本步履维艰的创业者迎来了人生的转机。例如，一位来自农村的青年研发出一项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却因资金严重匮乏而无法进行推广。林凡在详细了解项目后，直接投入5000万元资金，帮助他建成了生产基地并成攻打通市场渠道。如今，这项技术已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应用，不仅大幅提高了农田的水资源利用效率，还带动了成千上万的农民增收致富。另一个例子是一个由大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他们开发出了一套具有突破性的人工智能系统，却在寻求投资的过程中屡屡碰壁，几乎陷入绝境。林凡不仅果断地为他们注资，还主动分享了自己在行业内的资源以及多年积累的管理经验，亲自陪伴他们度过了初创期最艰难的阶段。如今，这家公司已成功上市，市值高达数十亿元，成为科技领域的一匹黑马，备受瞩目。林凡的善举经过媒体报道后，迅速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的赞誉浪潮，无数网友纷纷称赞他是有温度的神豪，企业家的榜样。有人评论说，有钱不忘根，有事不忘本，这才是真正的大格局。还有许多年轻人感慨道，林凡的故事给了我们勇敢追梦的勇气，我们也要像他一样努力奋斗，将来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对林凡而言，比起财富所带来的虚荣与浮华，他更珍惜自己能够为社会创造的实实在在的价值。每当他看到那些因他的帮助而改变命运的人们，内心便充满了由衷的欣慰。他深知这一切的意义远远超过任何
头衔或荣誉。真正成功的人生，并不在于自己站在多高的位置，而在于能否用自身的成就照亮更多人前行的道路。就在林凡在外界混得风生水起，声名如日中天的时候，家族总部的几位顶级长老竟然亲自降临。他们乘坐私人飞机低调至，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排场与气场。整个城市的顶级政商名流闻风而动，纷纷前来恭迎，人群簇拥，豪车云集，场面震撼无比，仿佛整个城市都为之沸腾。这次长老们亲自前来，只有一个明确而重大的目的，正是钦定林凡为家族唯一继承人。他将执掌整个林家万亿级别的庞大家族产业，掌控遍布全球的所有分支势力，成为名副其实的家族掌权人，手握足以影响世界格局的财富与权力。原来林凡当初隐姓埋名离开家族，本就是家族历代传承的历练考验。林家作为传承千年的隐世家族，暗中掌控着全球无数产业与资源，其地位之显赫，实力之雄厚，几乎无人能及。家族自古便立下一条规矩，每一代继承人都必须离开家族庇护，隐姓埋名历练10年，以此考验其是否能够不借助家族力量，仅凭自身能力在外闯出一片天地。林凡自10年前悄然离开家族，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融入世俗生活。在这段岁月中，他尝尽了人间的冷暖酸甜，也磨砺出坚韧不拔的意志。他没有依赖家族一分一毫的财力与人脉，完全依靠自己的智慧与拼搏，一步步从一无所有走向事业巅峰，最终累积起万亿身家，完美通过了家族最为严苛的考验。在庄重的家族大会上，大长老肃穆宣布：林凡，从今日起，你正式成为林家唯一的继承人，将掌管家族所有产业与势力，望你能不负众望，带领林家攀登新的高峰，再创辉煌。全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每一位与会者无不为林凡的成就与能力所折服，目光中充满敬佩与期待。林凡站在高台之上，注视着台下的长老与家族核心成员，内心既激动万分，又深感重任在肩。他清楚地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份至高的荣誉，更是一份关乎家族兴衰的巨大责任。他郑重回应道：请长老放心，我林凡必定不辱使命，竭尽所能带领林家再创辉煌，延续家族的荣耀。长老欣慰的点头，随后将一枚刻有林家家徽的古朴玉佩郑重交到林凡手中，说道：这是林家祖传的信物，象征着权力与责任，今日正式传承于你，望你珍视此物，不负祖先之托。林凡接过那枚玉佩，只觉得入手沉甸甸的，这不仅仅是一块玉，更是一份承载着家族历史与期望的千钧重担。他暗下决心，定要以实力向所有人证明，他林凡完全配得上这份荣誉，也担得起这份责任。而那些曾经轻视他、欺辱他的人，此生此世恐怕连仰望他的资格都已不复存在。林凡的传奇其实才刚刚揭开序幕。接过家族权柄之后，他的舞台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而是以滔天权势席卷全球。更多强大的对手正在前方等候，更多震撼世界的名场面即将上演。这场高能不断的家族崛起史诗正在持续炸裂展开。当林凡执掌全球影视家族的消息如野火般迅速传开，国际金融界顿时掀起轩然大波，尤其引起了那些根基深厚的老牌财阀的强烈敌视。其中盘踞欧洲已长达100年之久的顶级财阀罗斯柴尔德财团反应最为激烈。这个家族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其经济与政治影响力早已渗透全球各个角落，尤其是在欧洲地区，几乎可以说是一手遮天。呼风唤雨，罗斯柴尔德财团向来以傲慢自大著称，目中无人。他们认为林凡年纪太轻，资历尚浅，根本不配执掌如此庞大的顶级势力。更令他们无法接受的是，林凡所代表的东方家族正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于是财团不仅公然质疑林凡的资格，还企图抢夺其家族旗下的海外珍稀矿脉和金融牌照，甚至在多个国际场合公然贬低林凡家族，称其不过是新晋暴发户，不配与100年财阀平起平坐。他们更放话威胁，要求林凡主动交出部分核心产业，否则绝不罢休。该财团的族长名为亚历山大，是一位年过70、性情狂妄的老人。
他在多个公开场合屡屡挑衅林凡，言辞极其嚣张，比如称年轻人最好收敛一点，有些产业不是你能染指的花，夏家族再强也不过如此，根本没资格和我们对话。这些言论很快传到林凡耳中，但他却连眼皮都未曾抬起一下，仿佛对方根本不值一提。然而亚历山大并未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利用财团的庞大资源，迅速冻结了林氏集团在欧洲地区的多项资产，并暗中破坏林氏正在推进的海外重大合作项目，更放出风声，声称将联合其他几家传统财团，对林氏集团实施全面市场封杀，企图将其彻底挤出国际舞台。面对如此猖狂的挑衅，林凡没有丝毫犹豫，也懒得再多费唇舌。他直接调动家族遍布全球的庞大资源与隐藏力量，展开雷霆反击。在短短24小时之内，罗斯柴尔德财团海外多处和新资产遭到冻结，旗下数家上市公司股价崩盘式下跌，合作长达100年的伙伴纷纷紧急解约。更令对手措手不及的是，林凡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全盘接管了该财团传承数代的核心产业。而这还只是开始，林凡深入调查，掌握了罗斯柴尔德财团长期参与非法交易、跨国洗钱等一系列严重罪行的铁证，并直接将这些证据移交至多国执法机构。一夜之间，亚历山大从不可一世的财阀领袖沦为国际通缉要犯，整个财团100年基业土崩瓦解，分崩离析。最终，财阀族长亚历山大不得不亲自登门，放下所有尊严与身段，跪在林凡面前苦苦哀求：“林少，是我错了，我真的知错了，求您高抬贵手，放我一条生路。”但林凡目光冰冷，没有丝毫动摇。他彻底剥夺了亚历山大残存得权势与地位，让这个曾经叱咤风云的100年财阀彻底走向覆灭。在这里，轮不到你撒野。林凡语气凛然，敢触碰林家的底线，这就是你唯一的下场。亚历山大跪倒在地，痛哭流涕，撕心裂肺。他悔不当初，恨自己不该招惹林凡，更不该小看这个来自东方的年轻家主。可惜一切为时已晚，他一手建立的商业帝国已彻底灰飞烟灭，再无翻身可能。敢于触碰林凡的底线，挑衅林家威严的人，哪怕他是底蕴100年的老牌巨头，也终究难逃覆灭的命运。此事迅速传遍全球商界，带来前所未有的震撼。再无人敢轻易挑衅林凡与其家族，因为所有人都清楚，与林家为敌，无异于自寻死路。林凡趁着难得的闲暇时光，回到母校探望恩师，却不料在校园里偶遇了当年那个横行霸道、无人敢惹的校霸。这人名叫王彪，昔日仗着家中有些钱财，便目中无人，屡次欺凌林凡。他不仅常常抢走林凡省吃俭，用攒下的生活费肆意撕毁他的课本和作业，还多次在众人面前羞辱他，让林凡的学生时代充满了阴影与痛苦。林凡至今仍清晰地记得，有一次他辛苦节省了1个月得生活费，终于攒够钱想买一件新衣服，却被王彪毫不留情地抢走。王彪还当众嘲笑他：“就你这穷酸样，也配穿新衣服？”林凡试图要回自己的钱，却遭到王彪极其一众跟班的殴打，最终倒在地上无力起身。还有一次期末考试，林凡认真答题，王彪却故意撕毁了他的试卷，导致他考试成绩作废。林凡向老师反映情况，可王彪家境富裕，老师对此视而不见，林凡只能无奈重修整整1学期的课程，白白浪费了时间和精力。这些屈辱和伤害，林凡一直铭记在心。他曾经暗暗发誓，若有朝一日自己有能力，一定要让王彪为所作所为付出代价。然而当林凡真正再次面对王彪时，他却发现对方已经卑微到连报复的价值都没有。如今的王彪见到林凡，不但没有丝毫收敛，反而以为林凡还是当年那个可以随意欺辱的对象。他嚣张地走上前，嘲讽道：“哟，这不是当年的穷小子林凡吗？怎么现在混出点名堂了？”他一边说着，一边摆出从前那副不可一世的姿态，甚至还想动手推搡林凡，试图再次彰显自己的威风。但他还没来得及碰到林凡，身边的保镖便迅速出手，将他牢牢制服。王彪仍不知天高地厚，放狠话威胁道：“你们干什么？快放开我！我爸可是王总，信不信我让我爸收拾你们？”
然而，当他看到校长对林凡毕恭毕敬的态度，并得知林凡已是掌控全城商业命脉、身价万亿的顶级富豪时，瞬间面色惨白，浑身瘫软，跪倒在地不住磕头，一边扇自己耳光，一边痛哭流涕地哀求林凡原谅。林少，我错了，我真的知错了，我不该当年那样欺负您，求求您饶了我吧。林凡冷冷地瞥了他一眼，毫不留情地吩咐手下将王彪赶出校园，并随即查封了王家经营的所有产业，让王彪为曾经的霸凌行为出了惨重的代价。王彪跪在校门外，望着林凡远去的车队，撕心裂肺的痛哭。他回想起自己当年是如何起林凡的，如今一切恶果都报应在了自己身上。家族产业一夜之间全部被封，父亲破产入狱，而他自己也彻底坠入社会底层。这正是善恶中有报，天道好轮回。林凡的迅速走红不仅带来了广泛的名气，也引来了一些投机取巧的网红，他们试图借林凡的热度来谋取个人利益。其中一位以博眼球出名的网红，为了快速增加粉丝并从中获利，竟然不择手段地编造了一系列谣言来恶意抹黑林凡的形象。这位名叫小黑哥的网红，一直以来都以拍摄爆料视频而闻名，拥有上百万的粉丝基础。他专门制作了一期视频，在其中毫无根据地声称林凡仗势欺人，欺压普通百姓，甚至还伪造了所谓的证据，试图误导公众并煽动网络暴力。在视频中，他装出一副悲痛欲绝的样子，声泪俱下的编造故事。林凡表面上是个光鲜的神豪，实际上却是个恶霸。他欺负我的朋友，强行夺走了我朋友的房产，还将人无情地赶出家门。这条视频在短时间内迅速传播，吸引了大量不明真相的网友关注，使得小黑哥的粉丝数暴涨，轻松赚取了巨额流量收益。他甚至借此机会接了不少商业广告，通过抹黑林凡的不实内容取了大量不正当利益。在视频的评论区，许多被蒙蔽的网友纷纷发表攻击性言论，对林凡进行辱骂和谴责，言语之难听，令人啧舌。面对这种恶意的造谣行为，林凡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他的团队迅速行动，收集并整理了所有相关证据，直接对该网红提起了法律诉讼，不仅要求其公开道歉以消除不良影响，还提出了高额的名誉损失赔偿。法院审理此案后迅速作出判决，要求该网红必须公开致歉，恢复林凡的名誉，并支付巨额赔偿金。此外，他的所有社交账号被永久封禁，所有广告合作也被立即终止。一夜之间，这位曾经风光无限的网红变得负债累累，彻底失去了所有资源和支持，可谓是从巅峰跌入谷底。更为重要的是，林凡的团队在调查过程中还发现，小黑哥背后隐藏着一个专业的造谣团伙。该团伙长期以抹黑知名人士为手段来博取关注和流量。林凡毫不犹豫地将整个团伙一网打尽，通过法律途径将他们全部送入监狱，彻底铲除了这一恶意造谣的根源，试图通过抹黑顶级神豪林凡来博取眼球，最终只能是自食其果，落得凄惨无比的下场。这一事件震动了整个网红圈，自此之后，再无人敢轻易制造谣言攻击林凡，因为大家都清醒地认识到，招惹林凡就意味着自寻死路，不仅会身败名裂，还可能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在执掌家族大权后，林凡肩负重任，远赴海外，着手接管家族核心产业。然而初步调研便令他震惊，旗下多家分公司内部早已滋生蛀虫，这些人员倚仗自身资老资深，背后又有旧势力撑腰，长期以权谋私，侵吞公款，更暗中与外部势力勾结，不断掏空公司资产，导致海外产业乌烟瘴气，危机四伏。林凡上任首日便展开了全面审计与清查，迅速揭露大量触目惊心的问题。部分分公司高管通过虚报业务开支，伪造报销凭证，将巨额资金纳入私囊，有的利用职权之便，暗中将公司订单转移至自己控制的空壳企业，从中谋取差价利润。更有甚者，竟将核心商业机密出卖给竞争对手，换取个人利益。这些行为不仅严重损害企业利益，更动摇了家族根基，必须予以严厉惩处。更为嚣张的是，这些高管竟公然挑战林凡的权威，他们自恃资历深厚，认为林凡年轻缺乏经验，易于掌控，甚至联合起来试图逼宫夺权。林凡
我们在此打拼20-30年，你凭什么一句话就让我们离开？海外市场是我们一手开拓的，轮不到你这个初出茅庐的你。亲人指手画脚，面对这些挑衅，林凡始终沉着以对。实际上，林凡早已通过周密调查掌握了他们全部违法证据。上任当天，他果断出手，当场宣布罢免所有涉事高管，立即冻结其个人及关联账户的全部资产，并将详实的犯罪证据移交司法机构。最终，这些曾经嚣张跋扈的蛀虫分应当入狱，付出了应有的代价。事后，林凡迅速选拔并任命了一批德才兼备的新管理层，全面梳理业务流程，优化公司治理结构。在他的强势推动下，海外产业在短短1周内实现扭亏为盈，市值大幅攀升。以往长期亏损的分公司，如今利润成倍增长。曾经涣散懈怠的团队重新凝聚士气，一度被竞争对手蚕食的市场份额也被迅速收回。林凡以雷厉风行的手段彻底整顿乱局，既清除了内部长期存在的隐患，也牢固树立起新一代掌权者的威信。海外商业圈再无人敢小觑这位年轻却果决的掌舵人，而那些身陷囹圄的前高管们，如今悔之晚矣。他们原以为林凡年轻可期，却未料其出手如此精准狠辣。只可惜醒悟之时，他们的职业生涯已彻底断送，再无东山再起的可能。林凡正在海外参加一场顶级高端酒会，衣香鬓影间，一群本地的富二代却自恃家世显赫，对林凡这位外来者表现出了毫不掩饰的轻蔑。他们认定林凡不过是靠家族背景撑腰，毫无真才实学的纨绔子弟，根本不值得被放在眼里。这些富家子弟个个都是本地有名的豪门少爷，家族资产从数亿到数十亿不等，平日里横行无忌，目中无人。看到林凡举止尖略显陌生，似乎不太熟悉当地社交规矩，他们便私下合计，想趁机给他一个狠狠的教训，好彰显自己在这片土地上的强势地位。他们一哄而上，将林凡围堵在会场一角，言语极尽侮辱之能事。哎呦，这是打哪儿混进来的？外乡人吧？也不先打听清楚这什么地方，就凭你也配出现在这种场合？识相的话，赶紧自己滚出去。更有人故意失手打翻酒杯，泼洒在林凡的西服上，甚至有人试图动水推搡，企图强行将林凡赶出会场，以此显示谁才是这里真正的主人。其中一人更是嚣张的叫嚣：“知道老子是谁吗？我爸可是本城首富，敢跟我作对，我让你在这儿寸步难行。”然而他们万万没有料到，眼前这位被他们视作软柿子的男子，实则是全球最顶级的权势人物之一。林凡只淡淡递出一个眼神，随行在侧的保镖便以迅雷步及掩耳之势出手，将这群气焰嚣张的富二代全部牢牢制服。没过多久，这群年轻人的家长一个个均是本地有头有脸的商业大亨，纷纷接到消息，匆忙赶到现场。他们一见林凡，顿时面色大变，争先恐后的上前鞠躬道歉，并当众严厉训斥自家孩子，生怕林凡的怒火波及整个家族。林少，万分抱歉，是我管教不严。林少，这逆子有眼不识泰山，请您高抬贵手。林少，我回去定当重重责罚，绝不再犯。林凡神情依旧平静，只淡淡开口，便做出了封杀所有挑衅者的决定，立即终止与他们家族的全部商业往来。这一下，这群一向依赖家世横行霸道的富二代瞬间失去了所有屏障，沦为众人耻笑的对象。富二代们彻底懵了，他们从未想到林凡的能量如此之大，轻描淡写一句话就能让他们整个家族陷入绝境。他们痛哭流涕地恳求林凡原谅，但林凡丝毫没有动摇。在真正的绝对实力面前，所谓的地头蛇也不过如同蝼蚁，不堪一击。此事迅速传遍整个上层社交圈，从此再无人敢轻易挑衅林凡。所有人都清醒地认识到，招惹林凡无异于自取灭亡。林凡在海外繁华的街头悠闲漫步，感受着异国的风情与热闹，心中却始终怀着对过往的回忆。就在这时，他的目光不经意间落在一位老人身上。那位老人看上去60多岁，满头银发，面容憔悴，衣着朴素，正独自坐在街边的长椅上休息。林凡的心猛地一跳，因为他立刻认出这位老人不是别人，正是他多年前隐姓埋名落难他相识的那位恩人张大爷。
尽管岁月在老人脸上刻下了痕迹，但那张慈祥而坚定的面容，林凡一辈子都无法忘怀。他深深的烙印在他的记忆深处。回想当年，林凡正值人生低谷，身无分文，饥寒交迫，甚至一度饿晕在冰冷的街头。那是一个极其寒冷的冬天，寒风刺骨，林凡被无情的房东赶出住处，无家可归，连一顿饱饭都成了奢望。他蜷缩在街角，以为自己会就这样冻死或饿死，内心充满了绝望与无助。就在这最黑暗的时刻，张大爷恰巧路过，看到林凡的惨状，没有丝毫犹豫，便主动上前关心，并将他带回了自己简陋的家中。老人为他煮了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温暖的不只是林凡的身体，更是他那颗冰冷的心。小伙子，快吃吧，别饿坏了身子。张大爷语气温和，眼神中充满了慈爱。林凡狼吞虎咽地吃完了那碗面，泪水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他哽咽着问道：大爷，您为什么要这么帮我？我连1分钱都还不起您啊。张大爷却只是笑了笑，摆摆手说：谁说我要你还钱了？我看你像是个有困难的好人，能帮一把是一把。年轻人，千万别灰心，人生总有起起伏伏，只要你坚持，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这些话和那碗面的温暖，林凡永远铭记在心。从那一刻起，他就暗暗发誓，如果有朝一日自己有能力，一定要重重报答这位善良的老人。这份恩情不仅成为他奋斗的动力，更化作他人生中最珍贵的记忆。如今时光飞逝，张大爷年事已高，却不幸遭遇家中生意破产，还身患重病，生活变得十分拮据。尽管处境艰难，老人始终不愿麻烦他人，选择独自面对艰难度日。林凡跟随张大爷回到他那间破旧的小屋，眼前的一切让他心痛。屋子里几乎没有什么像样的家具，墙壁斑驳，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凄凉的气息。张大爷虚弱地躺在床上，脸色苍白，显然病情相当严重。大爷，您这是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吗？林凡关切地走上前，声音中充满了担忧。老人微微睁开眼睛，虚弱地回应：年轻人，你是谁啊？我好像不认识你。林凡紧紧握住张大爷的手，眼眶湿润，激动地说：大爷，我是林凡啊，10年前是您救了我，给我饭吃，给我地方住，还鼓励我不要放弃希望，您还记得吗？张大爷愣了一下，仔细端详着林凡的脸，渐渐的，记忆的闸门打开，他认出了这位曾经无助的年轻人，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是你啊，小伙子，你真的长大了，变得这么有出息了。林凡哽咽着，真诚地说道：大爷，您当年的恩情，我一直记在心里，从没忘记过。现在我有能力了，我来报答您，一定要让您过上好日子。第二天，林凡毫不犹豫地行动起来，他立即联系了当地最好的医院，为张大爷安排了全面的医疗检查和高品质的治疗方案，并聘请了专业的专属护工，全天候贴身照料老人的起居。第3天，不仅如此，林凡还主动帮老人偿还了所有累积的债务，彻底解除了他的经济负担。看到张大爷对生意仍有念想，林凡又出资协助他重启了层。新的生意不仅恢复了原有规模，还进一步扩大经营，注入了新的活力。此外，林凡还为张大爷购置了一套舒适宽敞的豪宅和一辆便捷的豪车，确保老人能够在晚年享受无忧无虑、衣食充足的生活，每一天都过得安心和幸福。张大爷目睹这一切，心中充满了欣慰与感激。他感慨地说：小伙子，当年我只是顺手帮了你一个小忙，从来没想过你会记这么久。你真是个好人，善良又重情义，注定会发财，会成功的。林凡紧紧握住老人的手，眼中闪着泪光，诚恳地回应：大爷，没有您当年的无私帮助，就没有今天的我。是您给了我第2次生命和希望，滴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这是我做人的底线，也是我一生的信念。林凡用实实在在的行动，完美诠释了何谓知恩图报。他的这份深情厚谊和坚定品格，不仅感动了张大爷，更在周围人中传为佳话，赢得了无数人的敬佩与赞赏，真正展现了重情重义的力量。全球顶级科技峰会盛大召开，汇聚全球各国的科技大佬、顶尖精英，众人齐聚一堂，探讨科技发展，争夺项目合作。
各路大佬各显神通，都想拔得头筹。这是一场科技界的盛会，也是一场实力的较量。其中几位海外科技巨头仗着技术领先，公然排挤华夏团队，贬低国产科技，还想垄断核心技术，抬高价格，谋取暴利，气焰嚣张至极。华夏科技不过如此，根本没有创新能力。一个美国科技大佬嘲讽道：“就是华夏只会模仿，哪里有什么原创技术？”另一个欧洲巨头附和：“我们的技术全球领先，你们华夏想学，得付专利费。”华夏代表们气得不行，可他们确实技不如人，只能忍气吞声。就在这时，林凡作为华夏代表出席峰会，直接亮出家族掌控的全球顶尖科技团队，公布多项颠覆性技术成果，直接打破海外技术垄断。这是我们研发的新一代人工智能，算力是当前最先进产品的10倍。林凡淡定地说：“这是我们的量子计算机，已经投入商用。这是我们的新能源技术，效率提升30%，成本降低1半。”在场所有科技大佬都惊呆了，纷纷主动向林凡请教，求合作，求技术授权。之前嚣张的海外巨头也只能低头服软，再也不敢轻视华夏科技。林少，您的技术太先进了，我们能不能合作？林少，我们想引进您的人工智能技术。林少，我们愿意出高价购买您的专利。林凡一一回应，但态度坚决。我们的技术是开放的，但有前提，不能用来制裁华夏，不能损害华夏利益。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都被林凡的霸气镇住了。他们知道，华夏科技已经崛起，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欺负的。林凡凭借绝对实力，在全球舞台上为华夏科技证明，碾压全场，赢得全世界的尊重，尽显大国底气与神豪实力。这次峰会，林凡不仅赢了技术，更赢了尊严。当初狠心抛弃林凡，转身投入富二代赵天宇怀抱的苏倩倩，最终锒铛入狱。而几乎在同一时期，赵天宇家道中落，彻底破产，从云端跌落泥泞，沦为社会的底层。曾经挥金如土、风流倜傥的富家公子，如今却连一顿像样的饭都难以吃上，只能靠捡拾垃圾勉强维持生存。衣衫褴褛，面容憔悴，与昔日判若两人，走投无路。穷困潦倒的赵天宇偶然得知林凡已成为全球顶尖的掌权者，手握滔天权势与财富，在绝望与嫉妒的驱使下，他放下了全部尊严与脸面，卑躬屈膝地前往林凡的府邸，企图攀附这位昔日被他踩在脚下的人。他低声下气，恳求林凡给他一个重回上流社会的机会，甚至不惜承诺愿做林凡的随从跟班，任凭差遣，鞍前马后效劳，全然忘记了自己当年是如何嚣张跋扈，肆意羞辱林凡的。林少，我真的知错了，求求您给我一次机会吧。赵天宇跪伏在地，不断叩首，声音哽咽：“我愿意为您做任何事，端茶送水，做牛做马，只要您肯收留我。”林凡冷冷注视着这个昔日情敌，脸上没有丝毫动容。他清晰记得赵天宇当年是怎样讥讽他贫穷无能，是怎样公开践踏他的尊严，是怎样与苏倩倩联手将他推入绝境。你以为我会留下你？林凡语气讥诮，眼中尽是冰霜。林少，我是真心悔过。赵天宇泪流满面，几乎匍匐在地。当初是我鬼迷心窍，受了苏倩倩的蛊惑，才会那样对你。我现在真的后悔了。林凡毫不留情地打断他：你后悔？你后悔的不是曾经伤害我，而是后悔自己失去了财富和地位。如果今天我一无所有，你还会跪在这里求我吗？赵天宇一时语塞，满脸煞白，无言以对。林凡继续说道：当初你与苏倩倩一同为虎作伥，将我尊严踩在脚下，如今沦落至此，不过是你自作自受。说罢，林凡挥手召来保镖，直接下令将赵天宇驱逐出门，并明确表态永远不会接纳他，让他彻底死心。滚吧，别让我再看见你。赵天宇狼狈离去，望着林凡身后那耀眼的荣光与权势，内心悔恨交加，痛如刀绞，却再也无法靠近半步。他回想起自己曾经的嚣张模样，想起怎样嘲笑林凡一辈子没出息，而如今所有嘲讽都像利剑一般反弹回他自己身上。这就是落井下石、欺人太甚的下场。林凡不需要这种人的忏悔，他要的
是让这些人明白，有些过错，一旦铸成，就再也没有回头的余地。林凡执掌家族后，还有一些家族旁系的老顽固，觉得林凡年轻气盛，不配掌控家族大权，暗中勾结，处处给林凡使绊子，阻挠林凡的决策，还想扶持旁系子弟上位，瓜分家族产业，妄图颠覆林凡的掌权地位，搅得家族内部不得安宁。这些反对者都是家族的长老，在家族中有一定的话语权。他们看不惯林凡的改革，觉得他太年轻，没经验，会毁了家族。于是他们联手，想要逼宫夺权，把林凡赶下台。林凡，你还是太年轻，不配掌管家族大权。一个长老说：“对，家族产业是我们几代人打拼下来的，凭什么你一个人说了算？”另一个长老附和：“我们提议让林浩当继承人，他比你成熟稳重。”面对家族内部的蛀虫，林凡没有丝毫心慈手软。他知道这些人不是真的为家族好，而是想为自己谋利。如果任由他们胡作非为，家族迟早会垮掉。他拿出这些人谋私乱权、勾结外敌的全部证据，当着所有家族成员的面，将其逐出家族，剥夺所有家族身份与资产，情节严重者直接移交司法部门处置。各位，这是你们贪腐的证据。林凡把文件拍在桌上，你们以为我不知道你们在干什么？中饱私囊，勾结外敌，企图夺权，这些罪名够你们坐一辈子牢了。那些长老脸色惨白，跪地求饶：“林凡，我们错了，求你放过我们。”可林凡丝毫不心软：“晚了，你们做出的选择就要承担后果。”一番雷霆操作，彻底肃清家族内部反对势力，统一家族话语权，让所有家族成员都对林凡心悦诚服，再也不敢有二心。家族势力也因此更加稳固，愈发强盛。那些被清理的长老在监狱里悔得肠子都青了，他们以为林凡年轻好欺负，没想到人家手段如此狠辣。可惜一切都晚了，他们再也回不了家族了。历经无数惊涛骇浪与人生考验，林凡从当初那个被当众嫌弃、饱受欺辱，甚至一度被抛弃的穷苦少年，一步步逆势崛起，最终成为执掌万亿资产，在全球商业与权力格局中翻云覆雨的顶级掌权者。那些曾经看不起他的人，如今只能仰望着他高不可攀的背影；那些曾经肆意欺凌他的人，早已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了难以承受的惨痛代价。而那些在他最落魄时选择离弃他的人，终究深陷懊悔，为当初的短视与冷漠痛彻心扉。他不仅手握足以撼动世界的财富与无上权力，更始终秉持一颗善意之心，懂得感恩，回馈社会，在关键时刻从不吝伸出援手。然而面对挑衅与不公，他也绝不退让，以雷霆手段维护尊严与秩序。正是凭借超凡的实力、深远的格局与坚定的信念，林凡一步步攀登至全球财富与权势的最高峰。无论是在瞬息万变的商业战场、风云诡谲的国际舞台，还是在微妙复杂的人情世故之中，林凡都以卓越的智慧与气度，将一切推向极致，活成了无数人心中憧憬却难以企及的模样。如今，林凡巍然屹立于世界之巅，以一种近乎神奇般的姿态俯瞰众生。他的身影早已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形象，而是一段传奇，一种象征，激励着成千上万的普通人勇敢逐梦。无数年轻人将他视为人生路上的明灯与榜样，以他的故事鞭策自己不断前进，努力拼搏，渴望有朝一日也能像他那样亲手实现自己的梦想。有人激动地喊道：“林少，您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精神偶像，我们一定会以您为标杆，努力奋斗，不负青春。”还有人感慨：“林少，您的经历真的太励志了，我反复读您的故事不下10遍，每一次都热血沸腾。”更有人坚定地说：“林少，是您让我们相信，只要不放弃，始终向前，终有一天我们也能迎来属于自己的辉煌。”面对这些真挚的赞美，林凡却一如既往的谦逊。他微微摇头，语气平和地说道：“我只是比大多数人幸运一些，赶上了一个充满机遇的时代。真正了不起的是那些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不计回报的普通人，他们日复一日的坚持，才是这个世界不断向前的根本动力。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而这一切对林凡而言远非终点，他的传奇仍在持续书写，
他的脚步从未停歇。接下来，他将引领家族开拓更加辽阔，得商业版图，缔造更多震撼世界的名场面。真正属于他的神豪时代，其实才刚刚拉开序幕，更辉煌的未来正等待着他去实现。林凡独自站在顶层办公室的巨大的落地窗前，凝望着远方璀璨的城市夜景，嘴角悄然扬起一抹从容而深邃的笑容。他清楚地知道，自己已经完成了年少时那个被人嘲笑的梦想，但这并非终点，而是一个全新的起点。接下来，他将带领家族进一步走向国际，让林家跻身全球最显赫的家族行列，更让华夏在世界强国之林中发出更响亮的声音。林凡，他对自己低声说道，这一切都只是开始，你的传奇还在继续。夜风徐徐拂过，他挺拔的身影在明亮的灯光映照下显得格外高大坚定。他已不再是那个任人轻蔑、一无所有的穷小子，而是站在世界之巅的顶级神豪，一个被无数人敬仰、传颂的永恒传奇。